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里Sir，欢迎来到 Auto Lab， 和各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市场这个最好开的行政国产轿车是哪一台？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话，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或许配得上这个称号。蓝图追光 L。这台车绝对算得上是现在这个外形设计非常张牙舞爪的新车时代，但依旧能够让你感到眼前一亮的非运动型轿车。先前我体验过蓝图的追光，其实那辆车我当时的评价是，它的底盘素质非常的出色，它的动态表现很优秀，而同时呢，它也有着当时纯电轿车市场少有的后排舒适性。那个时候纯电轿车后排要做得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剩下来的部分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它的外形设计相对比较平淡，它的内饰的操作逻辑会有比较多的学习成本。而虽然说那台车当时有着非常先进的电子电器架构，但是蓝图始终没有机会真正的把它的智能化给挖掘出来。而如今到了这台追光 L， 这一切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来看前脸，这应该是外观上这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地方了。非常可惜，其实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车型，它相对显得比较低调。如果你看到的是那个顶配，也就是双色车身加镀铬前脸加大饼轮毂那个版本，你会觉得哇，整辆车的气场一下就站起来，一下就会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它有着非常明确的视觉重心，它也有着非常出挑的这种设计元素，但其实它整辆车看起来依旧是四平八稳的，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内敛的气质。我觉得这也更符合整辆车偏行政的一个特性。至于内饰的变化有一说一，相比于外观，它没有显得那么的惊艳，它没有太多会让你感到眼前一亮的这种设计元素，而且有一个小的弊端，就是它为了适配这个中置的冷暖箱以及这个前排的零重力座椅，所以说它的储物空间其实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的局限的。但是话说回来首先这套内饰它的整体的装配工艺还是非常出色，它的整个用料的这种层次感，还有它所有的像这种金属面板的这种触感，我觉得表现都还是很好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内饰或许会更加匹配这个主流市场用户的审美毕竟我作为一个30岁出头的小灯可能很难具有一个审美的代表性。与此同时，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这整套内饰的操作逻辑还有它的人机工程学相比于现款，我觉得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它现在变得更加的合理，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容易上手。所以说这是一套看起来相对比较朴素，但其实质感还不错且很好用的一套内饰。而对于关注这辆车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那很显然就是当前它的智能化表现。这应该算得上是中国汽车市场含华率拉满的这么一台车了。鸿蒙座舱 5.1 再加 ADS4 驾驶辅助系统这样一个组合，绝对算得上是中国新车市场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智能化水平了。所以说，曾经智能化上面那块短板，在这辆车上甚至被拉成长板了，已经来到了一个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它的一个主要因素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对于这辆车的评价就很简单，它的短板基本都已经补齐了，那么它先前的长板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去后排看看。来到后排，放下中央扶手，把座椅放到最躺依旧是那个非常熟悉的乘坐姿势坐姿非常的正确同时头部跟腿部也有足够的空间。唯一的变化呢，就是增加了个小桌板，进一步扩展了后排的这个乘坐实用性。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其实表现出了这辆车在设计理念上的一些改变。先前后排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小腿托的，而如今腿托没有了，但是前排升级了零重力座椅，似乎就意味着整辆车的乘坐重心其实是往前走了。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依旧是一套合格的后排，至少我这个身高坐在这里不会有太多的抱怨。接下来回答本期节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辆车它的动态表现是否依旧和之前一样的出色。那先来介绍一下这辆车的一些基础信息在升级了800伏平台之后呢，它的整套3电系统表现都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首先它是有着63度电的5C 快充大电池，也就意味着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超过了400公里，而同时它能够在这个12分钟之内从20%充到80%，这对于插电混动
的这个用户来说，可能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表现。而同时呢，它的这个动力系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现在前面 1.5T 的发动机150匹马力是可以实现直驱的，它并不是个增程器。而同时它的总功率来到了485千瓦，同时有着915牛米的总扭矩啊！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这个数字听起来都还是让人非常的这个心潮澎湃的。但是或许是受限于这个电池的放电功率啊，所以说它的这个0到100公里加速只有区4.8秒。虽然说用了非常强大的动力，但其实它整个动力输出的方式啊，它的调教依旧是偏平顺、偏舒适的一个状态，它并没有太多彰显它性能的一个地方。即便我现在切到了运动模式，我也很难让车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度突变。但是整辆车的这个动力储备又依旧是非常充足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调教风格非常匹配这辆车当前一个更偏行政的一个标签。而如果你真的想疯癫一下啊，其实也很简单，你可以打开这个叫蓝琴模式，然后你就会获得非常完整的燃油车驾驶体验，非常完整。虽然说这辆车的底盘硬件其实并没有那么出彩啊，这个开放的单腔空悬再加上一个 CDC， 但是呢，其实这套单阀的 CDC 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调节带宽的，所以说当你开到运动模式下的时候，你真的是能感觉到整辆车有这么一点紧绷感。但有一说一啊，作为这么一个性格的车型来说，我觉得日常把它挂在舒适模式且一直保持在那里，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舒适模式下，它的前后排舒适性会相对比较一致，而且它的滤震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即便现在的胎压是2.8，而同时它在这个舒适模式下并没有觉得很晃，它不是一味的软，它的车身还是收敛的，控制还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对舒适模式比较正确的理解。最后，关于这辆车转向表现，我觉得当你动力和这个底盘都开到舒适的时候，那么这个舒适档的转向，我觉得也是比较匹配它整体的性格的。它不会有特别机敏的这个转向响应，而同时转向的手力也相对比较适中，阻尼感比较重，且回正的速度也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这整体的一个调教就是一个让你在路上开着舒舒服服的一个状态。而同时，追光 L 其实是升级了后轮转向系统的，左右加起来10度，也就是单侧5度，并没有很夸张，所以说你日常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去适应它。而当你在进行掉头或者说狭窄道路通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的灵活性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的。而如果你对这套转向系统有其他的诉求的话，把它开到运动档，可能过一会儿就会开回来，会觉得它的这个手力增加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自然。虽然我们一直说啊，新能源车抢占细分市场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但是当我们打开轿车销量排行榜，你会发现那些 B 级车老家伙啊，就是天籁、雅阁、凯美瑞、这个君越、迈腾、帕萨特这些车，其实依旧是在销量榜的前端的。这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市场里面的新能源车做的太年轻、太运动了，它没有办法真正的迎合这个市场主流用户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如今这台蓝图追光 L 的出现，凭借它非常扎实的底盘素质、非常出色的智能化表现，以及这个极具行政气质的外观，我觉得它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扮演一个替代者的角色。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Auto Live， 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